眼看着早已过了下课时间，等在静室的蓝忘机望眼欲穿，也没能把那兔子盼回来。难道他还在生气？蓝忘机放下手里的书卷，一手负于身后，一手握着碧尘，踱步走出静室。魏前辈，你看我画的怎么样？魏前辈，我老是画不好，你再给示范一遍。魏前辈，一众学子都很喜欢魏无羡，更喜欢他上课时的随心所欲，所以一向听到下课就恨不能长翅膀飞出去的学子们，现在一个两个的缠着正要走出蓝室的魏无羡，让他再给他们讲解讲解。我再给你们示范一遍，这里不对，明显力道不足，这样画出来的符会大打折扣，应该这样。你画得不错，来，我再给你示范一次，这样，你看。魏无羡一一指点着各个学子的不足之处。魏前辈，我还是不会，你能单独教我一遍吗？一个清脆的女声传进耳里。魏无羡抬起头，眼前是一个14、15岁的女孩，长相惊为天人，虽着一身白色校服，但依旧难掩其美貌，反而显得整个人清新脱俗，宛如仙子。魏无羡不禁多看了她几眼，倒不是因为她的长相，而是他一直在想，云深不知处一直以来遵从男女有别，男修和女修都是分开教学的，为何蓝氏会有女学子？那女弟子不明所以，看到自己一向崇拜的人盯着自己看，不禁有些心神荡漾。小女子本就怕羞，一张小脸瞬间通红。你是？魏无羡开口问道。小女欧阳沫儿，是欧阳家主的小女儿。欧阳沫儿对着魏无羡一拜，向魏无羡靠近几步。从小，他就听父亲他们经常谈及魏无羡此人，小小少女心早已情更深重。今日一见，更是忍不住想靠近他。嗨！随着欧阳沫儿的靠近，魏无羡闻到了一股女孩子身上独有的胭脂香水味，那味道让他异常不舒服，刺激得他剧烈咳嗽起来。你别过来！魏无羡一手捂住口鼻，一手抬了起来，阻止欧阳沫儿继续靠近自己。魏前辈！欧阳沫儿不止不听魏无羡劝阻，居然跑上前去牵住魏无羡的手，试图扶他起来。放手！嗨！你在干嘛？一道低沉清冷的声音传了进来，碧尘飞了出来，打在了欧阳沫儿的手上。欧阳沫儿痛得赶紧松了手。仙都看到魏无羡被蓝忘机抱在怀里，此刻的欧阳沫儿才知道，原来传闻是真的，魏无羡和蓝忘机真的是道侣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蓝忘机看着怀里咳得快喘不过气来的人，心里疼得发紧，一开口，声音冷得似要把众人冻住。我没有。欧阳沫儿赶紧站出来解释，眼里却没有了刚才的光。他能对他做什么？他喜欢他，怎会对他做什么？沫儿还不退下！一个与欧阳沫儿年纪相仿的少年站了出来，呵斥他道：仙都，魏前辈，晚辈欧阳子珍，沫儿是我妹妹，她不懂事，冒犯了魏前辈，我代她向魏前辈道歉，对不起。欧阳家的很好，一会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云深不知处吧。蓝忘机在蓝氏授课几月有余，从未发现有女弟子，可见欧阳沫儿隐藏的有多深。之前他恐怕是一直女扮男装，而自己又从不喜多看别人，才让他有机可乘。那今日他又为何以女装示人？答案不言而喻。他对魏婴抱有不该有的心思。魏前辈，舍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求你不要让仙都赶我们走。欧阳子珍一听到蓝忘机要赶他们下山，连忙求助地看向魏无羡。他早知道妹妹的心思，却奈何不了她的软磨硬泡。看吧，果然闯祸了。蓝湛，不怪他，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。魏无羡微微喘息着，他本来也没做什么，不能让蓝忘机迁怒于他人。魏婴，你这傻瓜，就没看出人家小女孩对你……蓝忘机一肚子的委屈，但看着怀里的人很不舒服，也不想再让他难受，目光冷漠地扫了众人一眼，抱着人走出了蓝室。魏无羡勾住蓝忘机的脖颈，
贪婪地埋手在他怀里，吸取着他身上淡淡的檀香味。闻什么？蓝忘机拧了拧眉头，这兔子在干嘛？蓝湛，你好香，魏无羡呢喃着。刚才他一靠近我，我就异常的难受，闻不得他身上的香味。蓝湛，你说我是不是中了你的毒？蓝忘机脚步一顿，原来刚才他是被欧阳沫儿身上的香味给刺激咳了。蓝忘机勾起了唇角，看向魏无羡的眼神愈发宠溺。闻不得就不闻了，我让他立刻离开云深不知处。蓝忘机说着，抱着人就要撞回去。刚才要不是魏婴阻止，恐怕人早已下山了。蓝湛，你干嘛？人家又没做错什么，是我自己的原因罢了。你说你堂堂一个仙都，为这等小事把2个孩子赶走，仙门百家会怎么评价你？魏无羡从蓝忘机怀里跳下来，一把拖住了他。他看欧阳子珍那孩子真的不错，欧阳沫儿嘛，小女孩太过单纯，就算她抱有什么心思，自己不理她就好，没必要把人赶走吧。魏婴，他对你……蓝忘机急得面红耳赤，一时间居然结巴起来。他怎能允许有人觊觎他的魏婴？蓝湛，你吃醋了？魏无羡嬉笑着凑到蓝忘机面前，蓝湛吃醋的样子都那么好看，谁吃醋了？蓝忘机矢口否认，脸微微侧向一边，不敢与魏无羡对视。哦，没有吗？我看错了。那好，明天的课我再单独好好的教他画符。魏无羡一手负于身后，一手转着陈情，自顾自地朝净室走去。不许你单独和他在一起，也不许你教他画符。蓝忘机几步追上魏无羡，把人牢牢地固定在自己怀里。他只能是他的，占3岁的孩子气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蓝湛，魏无羡软糯的声音自怀中传出来。我饿了，饿得腿都软了，你到底还让不让我吃饭了？早上没胃口，就喝了点粥，讲了那么久的课，现在他口干舌燥不说，肚子也早已发出反抗的声音了。我的错，我已做好你最爱喝的汤，回去就可以吃了。在蓝氏被魏无羡戏弄后，蓝忘机便回了净室，仙都大人亲自洗手做汤羹，眼巴巴地等着人回来，人没等到，却吃了一肚子的醋。我走不动，你背我。好，魏婴，快亥时了。魏无羡已经端坐在书案边批改学子们的作业好几个时辰了。期间，蓝忘机拿着一本古籍，不停地在他面前晃悠，奈何人家根本不看自己一眼。哦，你先休息，我马上好。魏无羡头也不抬地说道。他面前的本子被合上，手里的笔也被人夺走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他早该知道，他一旦做某件事就会全身心投入，干嘛还答应让他授课？照他这样熬下去，他的身体能坚持多久？蓝湛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睡觉，马上去睡。看着床榻上背对着自己的人，蓝忘机心里一疼，他该拿他怎么办？骂，舍不得；打，亦舍不得，除了宠着，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魏婴，蓝忘机轻轻转过他的身子，把人揽进怀里抱着，只有这样，他才无比的安心。